北京楼市正上演着一场惊心动魄的大戏。曾经高不可攀的豪宅，如今沦为砸盘主力；昔日炙手可热的学区房，现在更是价格暴跌。这场席卷全城的房价下跌潮，让无数北京人目瞪口呆，财富神话轰然崩塌。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个令人窒息的楼市，看看那些曾经趾高气昂的房东们，如今是如何在绝望中哀嚎。还记得去年望京的夜晚是何等繁华，金茂府的灯火通明，彰显着这座城市的财富与荣耀。然而，仅仅1年之后，这里的景象让人不忍直视。上个月，望京金茂府成交了一套让所有业主心惊胆战的大平层3居。这套位于中间楼层、面积223平米的豪宅，成交总价仅为2200万，单价惨烈跌破10万大关。而就在去年5月，同户型的房源还能卖出3185万的天价，单价高达14.2万每平米。时光倒流13个月，这套豪宅的价值就蒸发了将近1000万。那些去年购入的业主们，此刻又该作何感想？望京的噩梦还在继续。远洋万和公馆7月底成交的一套254.5平米3居，总价2256万，单价跌破9万。而同户型房源去年11月底还能卖出3230万的高价。8个月的时间，近1000万的财富就这样悄无声息地蒸发了。如果说望京的凋零还情有可原，那么西城区2环内的顶级豪宅项目中信国安府的溃败，则是让整个北京楼市都为之震惊。这个左手天安门，右手金融街的超级豪宅项目，曾经是无数富豪趋之若鹜的香饽饽。去年国安府2期开盘时，550套均价15.5万每平米的房源，在没有任何宣传的情况下，1天之内就被抢购一空。当时的疯狂场面，让人以为这里的房子永远不愁卖。然而，短短1年后的今天，国安府3期开盘时的冷清景象，却让所有人都跌破了眼镜。在充分准备和大力宣传的情况下，153套房源最终只认购了20多套，去化率不足20%。曾经的香饽饽，如今却沦为了滞销货。更让人心惊的是，国安府的2手房价格已经跌破了新房价。最近，一套197.4平米的2手房以2800万的价格成交，折合单价只有14.18万每平米，已经低于新盘15.5万每平米的开盘价。那些去年抢破头买入的业主们，本以为能靠着2环豪宅大赚一笔，没想到1年之后却沦为了深套的接盘侠。这种从天堂跌入地狱的感觉，恐怕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体会。西山1号院曾经是海淀码农心中的圣地，然而最近的几笔成交却让这个标杆级豪宅项目蒙上了阴影。一套181平米的大3居，总价包含车位仅成交1850万，除去车位后单价只有10万左右。而就在去年，同户型的最高成交价还能达到2700万，均价14.9万每平米。据说在最疯狂的时候，甚至有人愿意出价3000万购入这样的房源。这意味着什么？仅仅1年多的时间，西山1号院的房价就跌去了1/3。那些靠着互联网大厂高薪咬牙买入豪宅的码农们，此刻的心情该有多么复杂？朝阳区这个汇聚了无数北漂精英的地方，如今也难逃房价暴跌的厄运。尤其是那些号称高端的次新房项目，跌幅之大，令人啧舌。以火星园为例，2021年3月还能卖出1423万的2居室，到了今年7月，同户型的成交价直接跌到了1025万，跌幅高达28%。短短3年时间，近400万的财富就这样化为乌有。爱这城的遭遇更为惨烈。去年3月还能卖出848万的2居室，今年7月的成交价
已跌至590万，跌幅达到惊人的31%。那些靠着公积金、啃老、网贷才勉强凑够首付的年轻人，不知道此刻是否还能安然入睡。东恒时代、华鼎世家等项目的遭遇也好不到哪里去，动辄25%、31%的跌幅，无不在诉说着朝阳区楼市的惨淡现状。如果说豪宅、次新房的暴跌还在意料之中，那么老破小的惨状则是让所有人都始料未及。这些曾经被视为最后的避风港的房子，如今也在无情跌价的浪潮中沉浮。位于海淀的车道沟南里，一套小小的一居室，从去年4月的381万跌到了今年7月的251万，短短15个月，价格就跌去了35%，130万啊！对于很多工薪阶层来说，这可是大半辈子的积蓄。东城区的罗庄西里更是惨不忍睹。2021年10月还能卖出575万的一居室，到了今年7月，价格直接腰斩至372万，跌幅高达36%。那些靠着学区房支撑起中产梦的家庭们，此刻的心情该是何等的绝望。西城区的毛纺厂南小区同样不能幸免，一套2居室从2021年9月的413万跌到了今年7月的262万，跌幅达到惊人的37%，151万啊，足够在3、4线城市买套大房子了，就这样悄无声息地蒸发了。当我们将目光从个别案例转向整个北京楼市时，眼前的景象更是令人心惊。据最新数据显示，北京二手房的成交均价已经跌破6万每平米大关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许多区域的房价已经倒退到了2015年的水平。更令人心惊的是，一些学区房的跌幅已经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。就在今年年初，东城区一套105平米的2环内3居室，挂牌价还高达1100多万。然而最终的成交价却只有710万，单价仅为6.7万元每平米方米。这个价格创下了该小区自2016年以来的新低，400万，整整400万，就这样在谈判桌上被无情地削去。那些还沉浸在学区房永远不会跌美梦中的家长们，想必此刻已经惊出一身冷汗。面对如此惨淡的市场行情，政府也不得不出手救市。然而效果似乎并不理想。7月份，北京二手房成交量确实突破了 1.5 万套，创下了16个月以来的新高。但这个看似喜人的数字背后，却是更加惨烈的价格跳水。据统计，7月份北京二手房挂牌均价环比下跌 1.56%， 同比更是暴跌了 14%。更可怕的是，这已经是北京楼市连续17个月环比下跌，连续19个月同比下跌。这种持续的系统性的下跌，已经不是简单的市场调整可以解释的了。这分明是一场足以改变整个城市命运的大崩盘。如果你以为只有北京如此惨淡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放眼整个中国楼市，情况更是令人绝望。据最新数据显示，今年7月，100个重点城市的二手房住宅均价环比下跌了 0.65%， 同比更是暴跌了 7% 左右。这其中，曾经被视为永远不会跌的一线城市，跌幅同样触目惊心。以上海为例，7月份的二手房均价仅为 5.78 万每平米，环比下跌 0.31%， 同比暴跌 12.12%。更可怕的是，7月份上海二手房成交量仅为 1.8 万套，较6月的 2.39 万套暴跌了近 25%。这意味着，即便是以超低价出售，也难觅买家青睐。广州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。7月份，广州二手房均价仅为 2.63 万每平米，环比暴跌 5.1%， 同比更是惨跌 12.3%。虽然成交量勉强维持在1万套以上，
但这显然是用砸价换来的惨淡成交。深圳作为科技新贵云集的地方，楼市同样难逃厄运。无数曾经意气风发的互联网精英们，如今只能看着自己的房子一天天贬值，曾经的一套房改变命运的美梦，早已化为泡影。面对如此惨淡的楼市，我们不禁要问，这到底是暂时的调整，还是长期的趋势？有人说，这是房地产长达20年疯狂增长后的必然回调。有人则认为，这预示着中国经济模式的根本转变，房地产再也不会成为经济的支柱产业。无论如何，有一点是确定的，那个靠买房就能轻松致富的时代，已经一去不复返了。